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北上是我踏出舒适圈的重要作品。随着电视剧《北上》在江苏卫视热播，网络上关于白鹿的讨论一浪高过一浪，尤其是编剧赵东陵对白鹿突破的认可，让相关话题登上热搜榜。他属于毁容式出演，敢于突破在观众心中的形象，这是很多偶像演员做不到的。他是一个非常聪明且头脑清醒的演员。剧中，白鹿饰演花街小太阳夏凤华，是一个外表看似大大咧咧，实则内心非常细腻的女孩。近日，白鹿受访时表示，她坚韧、潇洒，从不内耗，清醒独立。这一点非常吸引我。夏凤华像充满能量的向日葵。北上根据徐则成的同名小说改编，讲述了运河沿岸一群少年从相知、相伴、分离、重聚的过程，展现出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民族精神的传承。运河沿岸的年轻一代正在快速成长，为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，用实际行动回馈家乡和社会。白鹿用向日葵形容自己对夏凤华的初印象，在他看来，夏凤华内心干净纯粹，虽然成长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，但一直在勇敢做自己。白鹿说：“我觉得她特别潇洒，属于那种拿得起放得下的女孩。我就不太潇洒，顾虑比较多，想的也比较多。”剧中，夏凤华用毫无保留的爱保护着身边每一个人。面对马思义、谢望和等花街小伙伴，他肝胆相照，总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。虽然学习不是特别优秀，但他也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报父母，竭尽所能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。整个拍摄期间，夏凤华都给予了我很多能量，让我学会更好地与自己和解。白鹿坦言，如果说30岁之前的自己还会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内心会有一些内耗和挣扎，那么现如今的自己会更加注重自我价值，更加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。人生的容错率其实很高，只要活着就有无限可能。入行以来压力最大的戏。自2016年出道以来，白鹿在《凤求凰玉楼春》《长月烬明》《宁安如梦》《白月泛星》等古装剧中都有过出色发挥，扎实的演技得到了业内的认可，古偶花标签深入人心。对白鹿而言，3年前出演现实主义题材剧《警察荣誉》是一次不错的突破。她饰演的警察夏杰有一颗敢于迎接未知挑战的心，不想做温室的花朵，想要证明自己。这次北上同样是一部充满生活纹理的现实主义题材剧集，但给白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。这是我入行以来压力最大的一部剧，很害怕做得不好，很害怕辜负了大家的期待。在他看来，压力主要来自2个方面，一方面是造型上的突破。剧中，学生时代的夏凤华短发、钢牙，皮肤黝黑，看起来活脱脱一个假小子。他说，有时候看到镜子里的自己，心里都会咯噔一下，有些不适应。另一方面是年代感的沉淀，现实主义题材的剧集更富有生活气息，需要演员的表演更加自然，情感表达更加细腻。他说，对我来说，这部作品是我踏出舒适圈的重要一步，让我在不断的打破和重塑中重新认识自己。如果这部剧能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白鹿，我就很满足了。为了让自己更贴合夏凤华这个角色，白鹿进组之前做了大量的功课。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常州女孩，大运河早已深深扎根在白鹿的血脉里。她感慨，往来船只的汽笛声，运河边叫卖的小摊，这些都是伴随我长大的。小时候可能感触不深，长大后才发现，原来运河就是我的家乡。凹好有一些黑色幽默。北上播出之后，
花街大院里人与人之间最简单朴素的温情打动了很多观众，其中夏凤华和谢望和的感情线是推动全剧走向的关键。谈及两人感情，白鹿表示，学生时代夏凤华对谢望和是一种崇拜的喜欢，一直在追随和仰望。成年之后，夏凤华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慢慢做到能够与望和比肩而立，两个人的相处就更加泰然。谢望和由欧豪饰演北上，是白鹿第一次同欧豪合作。进组前，他一直认为欧豪是阿人，接触后发现他不仅非常有趣，时不时会有一些黑色幽默。白鹿说，欧豪总是会不经意间戳中大家的笑点，片场气氛非常欢乐。除了欧豪，北上可谓实力派云集，胡军、萨日娜、王学银等资深戏骨纷纷带来演技加持。白鹿看到了前辈演员对待工作的一丝不苟，以及对待周围人的谦逊和周到。大家在片场像一家人，他们特别像大家长。军哥胡军老祖局一起吃饭，同我们分享自己对工作、生活的见解，让我们小辈受益匪浅。电视剧全网热度榜，北上第2，榜首热度76.92。3月剧集，悬疑、权谋、年代各有千秋。3月份呀，好剧是一波接一波啊！有那种特别带劲，让人紧张兮兮的悬疑剧，然后呢，还有那种特别有古典味道的古装权谋剧，再就是那种很有生活气息，感觉像是在讲述某个时代的年代剧。每种剧都有它自己的亮点，大家的关注度也不一样，有的剧火得不得了，有的呢相对来说就稍微低调一点。黄雀霸榜北上退居第2。最近电视剧的全网热度榜出来了，结果大家都知道了，北上这剧掉到第2名了，而第1名的热度高得吓人，直接飙到了76.92。说起来，这部黄雀是一部悬疑剧，讲的是反扒的故事。剧情里警察跟小偷斗智斗勇，特别带感。故事背景设定在90年代的历城火车站，那地方那时候老是发生盗窃的事儿。最夸张的是，那些小偷简直胆大包天，明目张胆的就在警察眼皮子底下抢劫、偷东西，简直让人又气又佩服。双面陷阱，郭京飞演的男主郭鹏飞是个专门抓小偷的警察，他抓贼特别有一套，带着新来的警察李唐到处捉拿小偷，破了好几个案子。他跟大反派佛爷的那些对手戏可精彩了。秦岚演的女主李小莲其实是个小偷，她装成个女医生掩人耳目，给那帮偷东西的人出谋划策。这人啊，有时候做好事，有时候做坏事，就看你怎么想。这部剧还讲了很多关于人性复杂的东西，挺有深意的，越往后看越火。年代剧《青山村的爱情故事》，这部剧是央视重点播出的年代戏，不管是剧情还是演员表演都挺靠谱的，一开播就超火，热度一直很高。白鹿演的女主角夏凤华特别讨喜，她这个人啊，勇敢又坚定，在外面北漂了好多年，终于闯出自己的事业，好不容易暗恋变成了现实，跟欧豪演的男主谢望和开始谈恋爱了，结果命运跟他开了个大玩笑。运河边的人们，温情与坚韧的运河故事。哎呀，那个又善良又乐观的大华子居然确诊得了脑瘤，周爷爷还得了阿尔兹海默症。这部剧开头的时候多温馨治愈啊，结果后面剧情就变得特别虐心。不过呢，大运河申遗成功之后，又慢慢繁荣起来了。那些在北京漂泊的小伙伴们也都回到花街开始创业啦。谢望也是够直接的，一路猛追自己的真爱，还陪着大华子一起度过人生的低谷期。最后嘛，有情人总算是成了眷属啦。燕回时，意外爆火的剧王。要说现在最火的电视剧啊，那必须的是燕回时，原名叫贵女。这部剧特别有意思，啥宣传都没做，就直接开播了。
结果第一天热度就破万，到现在还稳坐电视榜单的第1名呢，这热度真的没话说。宴回时这个剧节奏特别快，每集都有让人看了特别过瘾的地方，而且你完全猜不到下一集会讲啥。比如说庄寒燕他妈为啥对他这么冷淡？庄寒燕他爸表面上看起来挺正直的，实际上到底是个啥样的人？还有男主傅云熙到底藏着啥秘密？越看这剧就越上头，我都等不及要看大结局了。陈都灵和辛云来的演技进步特别明显，剧里的那些老戏骨也演得超棒。总之，这剧能这么火，绝对是有原因的。